想不到几日不见，司空姑娘的武功竟精进若此。那当然，长得也更漂亮了。哇，过14层了，过14层了！二位久等了，咱们这就继续吧。萧嫂，这两位是？看这打扮是望城山的人吧？偶遇而已，想请望城山的两位高人算一卦。望城山李凡松，见过司空姑娘。不知两位前来雪月城所为何事？那个，我们就是来看看，就是来看看。二位，咱们开始吧。嘿嘿。江南霹雳堂，雷家、雷无节前来拜阁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你打算怎么陪我？陪你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仙人揽六柱，对搏泰山鱼。据说这是一局残局，残局之上蕴藏着绝世武功，若是能够从中参透，胜过苦练20年啊！我刚刚看出些什么门道，你就进来了。说吧，打算怎么赔？不会又要赔500两银子吧？上当，给你打个折，300两就行啊。那能不能比试完之后再给啊？行，哎，痛快，那就得罪了。你要赌什么？啊？六博牌九，宣和马吊。问你要赌什么？快点选一个。这些我都不会啊。都不会？你不会上这儿来干嘛呀？我只会一个，玩头子，猜大小。
比大小就比大小吧，没意思。来吧。当真不能比我啊？不能。一局定胜负，猜吧。大。3-3-1，小的不能再小了，输了。我第一次玩，这一局不算。你敢不敢给我再来一局？好啊，那我再陪你玩一局。你只要能赢一局，算你赢。来，你等等，我先下阁去喝碗豆浆，一会儿我再上来跟你玩最后一局。行啊，去吧去吧。记得一块把银子带上来啊。好。这小子有点意思。你是最不占优势的一个。有些事嘛，总得去争一争，不试一下又怎么知道结果？若是争不到，你会死。小子，才13层就下来了，你比我想象中要弱呀。我还没输呢。那13层那家伙，他不跟我比武，他跟我比摇头子。你赌术比我高，教教我呗。教你可以，但是得加钱。多少？加300，一共800。行。你遇到的应该是雪月城尹落霞的弟子。尹落霞，苍兰江边一场断剑的落霞仙子，江湖美人榜上常驻10年的神仙人物啊！你还听不听？听。尹落霞生性好赌，曾与枪仙司空长风连赌3场，均落败，后被迫加入雪月城担任长老。据说他入了雪月城之后，他只收了1个弟子，跟他一样视赌如命。跟我说说他怎么跟你赌的？我就只能先瞎猜呗。他就掀开一条缝，看了一眼就说我输了。那个宝盒下面有道暗格，他提前看一眼，若你猜中了，他只需轻轻一拨，骰子转动，怎么都是你输。原来如此，我走了。回来。啊！赌不过是一个小伎俩，闯登天阁不会如此儿戏。你若想赢，还得靠你最擅长的事情。我最擅长什么？揍他！我明白了。站开！站开！小师叔，那个红衣男子跑来跑去，看来真的只是休息一趟，还没有被打下来。这样下去，今天的风头都要被抢走了。莫着急，等他闯到第16层时，看我上去把他给赶下来，也省了我们一层一层往上闯的力气了。既然我们都是在等他下来，不如我先请2位喝杯茶。哦，紫薇望气，倒也寻龙，你可看出什么来了？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是树？哎，飞轩莫动，这位兄台并不会武功。望气术有3层境界，你貌似只练到第1层。兄台是说我看错了？你其实是一位高手。不，你没看错，我的确不会武功，只是想请2位喝杯茶罢了。只是喝茶？既然遇见了望城山弟子，自然也想算上一卦。别再隐瞒身份了。雪月城有个组织叫做蛛网，专司情报。自你我入了下关城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已经被盯上了。你好像什么都知道。我只是不知道自己的命，所以想算上一卦。这边请吧。哎，飞轩，你不总说自己虽习得那通天之术，却觅不到美玉良材吗？喏，这个就是了，去给他算上一卦吧。美玉良材，算你的，吃不了亏。走吧。
哎，你回来了，豆浆可还好喝？等我登到阁顶了，我再请你喝一碗便是。这么自信？我有个朋友说，这赌其实就是靠小伎俩。所以我还是赌他。买定离手。要赢，还得靠真功夫。离你的手！你撒手！撒手！撒手！再不撒手，不教你了！116，8点，是13点，大的不能再大了。哎，你可以啊，啊，你的武功比你的赌术要强啊。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夸奖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江南霹雳堂雷无杰。我上来的时候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叫骆明轩。啊，我知道，落霞仙子的弟子嘛。我早就对落霞仙子仰慕已久了。仰慕已久？啊？怎么了？嗨，他这都30多了，说什么一掌断江，那断的又不是长江黄河。啊！你干嘛一脸崇拜的样子？我跟你讲，她其实就是一个老女人。明轩，来西照阁。那个，我先上去了，一会儿再见。真是个有趣的人。大哥，本小姐不过出城半年，就让人登上13级，真是一群废物。公子，可以开始了。且慢，又怎么了？上面登阁那位欠我800两银子，那我也要为他登阁出上一份力。萧瑟，司空姑娘，好久不见。你们怎么才到啊？按理说1个月前你们就该到雪月城了。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修师叔，过13层了，要上14层了。哎，那个雷无杰呢？莫非闯阁的是那小子？司空姑娘猜得不错。上次匆匆一别，还没来得及切磋一下，这次正好。你干什么？我不能让你过去。你是想替那雷无杰拦住我？修师叔，你不是说那个人不会武功吗？这可不是什么武功，这是一门轻功，不需要内力就能施展。
什么情况？天下第一轻功，踏云。这层守阁的人呢？大师兄，好久不见，大师兄。哎，不是说了没过门，先不要叫师兄吗？别人可以不叫，师兄一定得叫，毕竟咱们是一同经历过生死的。哼，你是雷门弟子，想要加入这雪月城，只需拿着名次找我便可。为何非要闯着登天阁呢？我来这雪月城，是为了见一个人，但若想见到他，就必须闯着登天阁。若是真跟师兄动起手来，望师兄莫怪。不错呀，最近武功的确精进了不少。我日日勤学苦练，可是一刻都没放松过呢。大师兄，再来！没想到你这火灼之术竟然如此厉害，嘿嘿，瞬息间就破了我这刀丝阵。刀丝？这怎么看都是普通的丝线啊！你看，一扯就断了。胡说！我这刀丝是天下绝顶武器，竟然还没有敌过你这火灼之术。唉，我不是你的对手，你走吧。师兄，你这演技也太烂了吧！哎，你看啊，这儿呢就只有我们2个人，你要想放水就跟我说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你竟然敢说我放水？好，那你就接我一记暴雨梨花针。还敢不敢说了？不，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。接着，这是什么？这药叫做冰清水，常人服下，全身的血液都会顷刻间冻结，但对于你不同，你的火灼之术已经进入了迦楼罗境，但你的身体却难以承担。如果运功过久的话，恐伤及自身。而这冰清水便会护住你的心脉，延长火灼之术的时间。多谢师兄。哎，对了，师兄，这15层可有什么建议？我建议你明天再来。明天？这登天阁的每一层都是不同弟子轮流值守的，只有守阁长老在这一层，一待就是10年。哦，今日你已经很疲惫了，早些回去休息，明天再来。哎，好吧。哦，那师兄，那我能不能问一下，这15层的守阁长老是谁啊？如果你见了他，一定会觉得很亲切。啊？长相大剑今日竟有空来青天剑做客，真是难得呀！来，朝中那么多的达官显贵，都想拜访青天剑，却都未能见上国师一面。锦仙也怕吃了闭门羹，丢了颜面，所以才迟迟不来。长相大剑说笑了。国师，这里就是青天剑的星月阁吧？据说历代的剑圣都曾在此处观星象，测天下大事。不知国师可看出什么来了？
明日会下雨。就这样。后天还会继续下，刮西风。3日后会放晴，但还不确定。锦仙一直以为国师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，没想到国师却有这样的闲情雅致。我没有开玩笑，大剑不信我说的。锦仙自然相信，只是国师应该知道，锦仙并不是问明日的天气，而是这个王朝的明日。王朝的明日，那是天道，天道不可妄言。因为当你知道天道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。它只是一个可能性，而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。但世人想听的只是一个答案。因此，长香大剑问的那个天道，它并不存在。为何？如今只剩2种卦象，我想请问先生，若这次还是3面桃花呢？若仍是桃花，那此卦便是用九，见群龙无首。是吉还是凶？大吉，天下共治，群龙无首。观望者时机一到，可一化龙，直飞9天。那若是桃木剑呢？大凶，龙死荒滩，血流3万里。好。我从来不信什么天道，只信我自己。只是我心中还有一丝迟疑，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做一个决定，但是又没有勇气，所以才胆怯来求一求天道。但是刚才我忽然想明白了，所以这卦算不算都不重要。多谢。不客气，我也不全是为了你。毕竟，若是真折了望城山的8成天道，我还真怕那赵玉珍提剑来砍我的脑袋。小子，钱老师姐，你怎么又下来了？我刚跟大师兄打完，他让我下来先休息，明儿再去。哼，这么听来你还赢了？惭愧，惭愧。刘姐，你这3脚猫的功夫怎么可能赢得过大师兄嘛？定然是他放水了，是不是？怎么会呢？大师兄说他全力以赴了的。这次先放你一马，等你入了门，我再好好跟你比试比试。不说了，先走了。行吧，就听你大师兄的话。正好我也累了，马上带你去喝一杯。哎，行。你怎么不走了？到了。到了。这儿啊？那个，我身上可没有钱啊。放心吧，今晚的酒不用钱。啊？用缘分。用缘分？用缘分喝酒？东归东归，东面有君子，待客而归。你在那儿嘀嘀咕咕什么呢？这酒肆连老板都没有。这不就在那儿睡着呢？啊？
这是酒肆老板，哪有酒肆老板把自己给喝醉了的？这点小酒，喝到屋顶上去了。不过是瞎情而已。你站都站不稳了，还没喝醉呢？酒不醉人人自醉。我这位小兄弟想求饮一杯，不知今晚可有缘分？一醉年年今夜月，这酒与你们今夜有缘。既然有缘，此刻便求饮一杯。莫急，还差最后一抹月光。玉梦清虚贵此飘，一杯浊酒向天邀。何人能爱今宵月？夜上楼头弄玉箫。喝吧，这是最好的风花雪月。怎么样？舒凉如风，柔美如花，寂静如雪，畅凉如月。好酒能品1味，碉楼小筑的秋露白号称能品3味，我这酒能品4味否？在我看来，人间百味也不过如此了。寂静如雪，畅凉如月，这酒水透着一股子小家子气。我不喜欢，我喜欢那种炽热如火的酒。不过嘛，你倒的倒啊，我就试试。这酒，这怎么回事？感觉如何？你到底是谁？这又是什么酒？我是一个酒肆的老板，这是我的风花雪月。我现在问你，这第2碗，你还要不要喝？脚下无尽的深渊，他有过这世间的纯洁。这第3碗，你可敢喝？用冰雨模糊了双眼，不顾一切向前，无法抗拒的心跳，随着呼吸改变。第4碗，你还要不要喝？这碗喝了，肯定会死。
死的话，都不需要上那登天阁了，直接就登天了。给我！你醉了，睡吧。那小家伙已经闯到10几层了，定是来寻你的。你不见见他吗？说不定是雷家，让他来寻雷云鹤的。若是雷家派他来，他就拿着名次找我了，何必去闯登天阁呢？我见过那孩子，一袭红衣，和他母亲当年一模一样，只是那傻乎乎的性格是学他爹爹的。和你听说，你等的那个人也入城了，你为何不去见他呀？你都不急，我自然不急。师兄呢？为何没跟你一起来？他呀，他为了酿他的孟婆汤，要去海外仙山去寻求他最后一味草药。哼，孟婆汤，过去的事情，他就那么想忘记吗？他最想忘记的，只是一件事情罢了。哎，我们正聊着雷无节，怎么一下子拐到大师兄那儿去了？哎，说真的，你真不想去见他？哎，我说你这个执拗的性子啊，真得改一改。他可是你的……哎，罢了罢了，不提雷无节了。除了雷无节之外，还有一位你故人的弟子也来了。故人？望城山，赵玉珍。他的火灼之术已经突破了第3重境界。他若是要自己达到这重境界，至少需要3年。而如今，他仅用了3杯酒。唐莲不会无缘无故让雷无节休息。我猜这也是你的意思。你就是雪月城大城主，酒仙百里东君。以这小子的资质，最多到14层，15层那位他打不过他。15层的应该是守阁长老，雪月城的长老。有什么好猜的？明天不就知道了？也对。这酒馆送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前辈要去哪儿？寻酒方。前辈能酿出风花雪月这样的绝品，还需要什么酒方？孟婆汤。孟婆汤。只需喝上1碗，你就会忘记所有发生过的事。等醒了，就是新的人生，多好！可惜我一直酿不出来。如果我酿出来，你也一定想喝上1杯的吧？萧楚，我叫萧瑟，只是一名客栈的老板。那我也不是百里东君，是一家酒肆的老板。自荐的时候要放。走，收回来。停字，收回来。姐姐，我不要了，起来，小杰最乖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我们继续练好不好？那我们再站起来练一下好不好？真乖。15年了，我还真是一个不称职的姐姐。
小安，萧子，哎，那老板人呢？走了，寻酒坊去了。寻酒坊？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人家助你连开3门火灼之术，你只需要记得他是一个高人，也是一个好人就够了。哎，说得对，走，闯登天阁去。哎，吃个早饭再去吧。哎，也对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嘛。走，走，吃早饭去。马上就要分道扬镳了，最后一顿早餐我请你。萧瑟，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惆怅了。一点都不惆怅，只是这一趟回去又是那么遥远的路程，仔细想想，竟然只是为了800两。你又来了，我去登阁去了。雷云鹤，我师叔雷云鹤，他怎么可能出现在雪月城，还做了首个长老？这件事儿，你们的门主雷千虎也是知道的，也曾派人多次请他回雷家，可雷长老对雷家的人却闭门不见。至于为何，等你见到他的时候，自然就知道了。师叔，你身后背的，想必就是那把纱布剑吧？你是雷轰的弟子。晚辈雷无极，见过师叔。是雷轰让你来找我的，你回去告诉他，别白费力气了。师叔，我来这雪月城，不是来找您的。你是专程来气我的吗？不是。明白了，你是来见那个人的。好。哎，还望师叔成全。你若想见那个人，只需要赢我。那，师叔。得罪了。凭你这火灼之术，是过不了我这15层的。拔剑吧，让我见识一下，雷轰当年不惜违背祖训，修了什么样的剑术。师叔，小心了！星雷尺，你输了，下阁去吧。晚辈此番闯阁，有必胜的决心，还请师叔不必留手。请。这小子不过区区金刚凡境，竟如此难缠。红哥，你知道冠绝榜吗？白小堂牌那个。将来的冠绝榜上得有我雷云鹤的名字，我雷轰的名字一定排在之前。
看着吧，我一定名扬天下。你小子不要得寸进尺。或许你在这一辈雷门年轻人当中确实是天才，可是入了江湖，有的是能顷刻间取你性命的存在。不要太自大了。这我早就明白。我一路来到雪月城，见过了数不清的高手，威震江湖的前辈，连名号都不知的神秘人，还有我的同辈，这令我难以望其项背的真正的天才。我雷无极就是一路败到这里来的，但是我输得起。我相信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总有一天我会赢回来的。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。任凭恩怨多纷扰，踏歌长啸，浪花喷溅啊。少年风情，天涯海角，一同逍遥，有只脚不寂寥。多谢了。师叔，你看我刚才那算是……躲开一点。啊！心声随景雨轻袅袅，上扬彩涛，心如莲不染与你潮。原来如此，境界跌落，不是因为重伤，只是心颓了。让我也回想起那股少年之气，让我回想起那股力量吧。我以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，9万里。想不到，这15层的守阁人竟然是雷云鹤。雷云鹤，他居然还活着！小师叔，雷云鹤很有名吗？怎么没听师门长辈提起过他？你们望城山的人自然是不愿意提起的。这雷云鹤当年可是号称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，同雷梦莎、雷千虎、雷轰并称为雷门4杰。当年最出名的一战，便是打伤了你们望城山。上山之后，他要挑战赵玉珍，一指截断上山道，2指掀翻乾坤殿。这第3指，则是对上了赵玉珍的青霄剑，却被一剑斩断了一条胳膊，从此销声匿迹，再也没有在江湖中出现过。传言他早就重伤而亡，没想到躲在雪月城。不过以他的武功，在雪月城当守阁长老，就算是剑仙要登阁也不容易啊。雷长老当年重伤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可是武功境界却是一落千丈，如今只有自在地境的实力了。原来如此，不过看他现在的样子，应该是恢复了吧？若是恢复了，那你这好兄弟可就完蛋了。哇！云鹤兄，恭喜你重入逍遥天境。可是，
这登天阁也是花了大价钱建造，还望云鹤兄手下留情啊！你这一个雷劈下去，我这登天阁可消受不起啊！我就劈了你这登天阁又如何？求你了！你小子不错。师叔谬赞了。你想登上阁顶，然后带那个人去见你的师傅？哼，好，到时候我也去。阿离，云鹤兄，如今你功力尽复，可是要回雷家了？没脸回去啊！怎么又是这句话？自己丢的脸，总得自己拾起来。再说回家的事，我曾一指破苍山，我曾二指断乾坤，我的三指却没能破去那青霄剑，还丢了一只胳膊。如今我重回逍遥天境，再去见见那青霄剑如何？你打算去望城山？阿离，我们走。当年我持枪站在阁顶，满城风雨化为一枪，可有此风采？一半都没有。输了呀！世人皆称我为枪仙，可哪有呼风唤雨、乘云驾鹤来的有气势？枪仙前辈，雷无节小兄弟，你这是要去阁顶吗？我雷无节此番前来雪月城，就是为了求见雪月剑仙李寒一，还望枪仙前辈成全。知道了。接着，可别一下子就被打下来啊！不会的。阿爹，大师兄，你们怎么下来了？雷无节那小子不是要上阁顶吗？他们是来找人的。闯登天阁找人？难道他们找的是？咱们就看着吧，会是一出好戏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是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爹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喊了半天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可真是有些尴尬。不管了，好不容易闯到这阁顶，一定要见了他。雷家宝，喊什么喊？吵死了！问见雪月城，就凭你手里的这把杀猪剑。这是纱布剑。我现在已经来了，你出剑吧，让我看看，你到底有什么底气说出“问见雪月城”这句话来。好。这种杂耍，也拿出来丢人现眼。你的剑技橙子雷轰，大开大合，威力不俗，确实需要更扎实的基本功，不然就会破绽百出。听说你学习了雷家的无方拳，还向天外天的少宗主学了另外一套拳术，再加上火灼术，
2套拳法，1门秘术，你有多少心思可以放在席剑上？雷轰那个混蛋，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师傅说了，行走江湖，艺多不压身。一派胡言！行走江湖，一人一剑，足矣。看好！我的登天阁！李寒一，你这个混蛋！混蛋！去！这就是剑仙一剑的威力。喂，你还好吧？还好。你是？我叫李凡松，也是来闯登天阁的。哦，你好啊。嚯，这就是剑仙一剑的威力，真是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真想亲自接这一剑。会有机会的，我去了。问剑雪月剑仙李寒一，哎，这来闯阁的是我，你要问剑剑仙，得从第1层登起啊。望尘山赵玉珍门下弟子李凡松前来拜会雪月城，问剑雪月剑仙李寒一。请雪月剑仙赐教。无量剑是无量剑。李寒一，我要跟你拼命！不要拦着我，李寒一！我的登天阁！去！李寒一，你陪我登天阁！我跟你拼了！我的登天阁呀，天了！李寒一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跟你没完！打不过，是打不过。要不，咱俩一起上？好啊，一起上！雷家堡雷轰座下弟子雷无极前来问剑雪月城，赵玉珍座下弟子李凡松也来问剑雪月城。剑仙九流步。无极还有一剑，请剑仙试之。樊松亦有一剑，请剑仙试之。下一个开始燃烧，照亮整个黑夜。剑鸣，烈火轰雷。剑鸣，无量天罡。我也有一剑。花尘。风扇我
剑名月溪花尘。剑仙一剑，冠绝千古。还是打不过，那可是雪月剑仙，咱们俩能打过，那才有鬼了吧？这柄剑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回雪月剑仙，这柄剑是我自己用桃木雕的，还没来得及取名字。要不剑仙，您给取一个？懒得取。你为何来见我？啊，那个，我听师傅说多了雪月剑仙的大名，有些神往。此番听从师命下山游历，就很想见一下前辈。现在见到了。啊，见到了，见到了，不愧是雪月剑仙。既然已经见到了，那还不快滚！宋师傅，许愿。大龙相立。望城山李凡松，见过三城主。望城山飞轩，见过三城主。你们要见的人已经见到了，便早些回去吧。这一带望城山的五运和天运分得不错，看来以后的江湖，望城山要从雪月城手中夺去一半了。谁有稀罕？你呢？为什么来见我？哎，注意看啊，好戏要来了。晚辈雷无节，见过雪月剑仙，恳请雪月剑仙前往雷家堡，见我师父一面。三师尊，这就是你说的好戏啊！这小子，难道不知道韩一的身份吗？雷轰竟然什么都没告诉他。雷轰，他要见我。师父曾与雾阶说起，他之所以习剑，就是因为见过了雪月剑仙一剑，之后更是时常念起那一剑，希望能与前辈再见。如今，师父被庞氏所绊，不能离开雷家，雷无节斗胆恳请雪月剑仙前往雷家堡，见我师父一面。好，我随你去雷家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懒得取。剑仙手下留情啊！很简单，你做我的弟子，什么时候能接我三剑，拿回这把纱布剑的时候，我就随你去见雷轰。你不愿意？剑仙剑术通神，雷无节早已心生神往。不过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还需要与师父知会一声。你的意思是，先去见雷轰，再来说拜师的事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空手套白狼。雷无节，拜入剑仙门下是求也求不来的机会，不要再犹豫了。弟子雷无节，拜入雪月剑仙门下，
如若他日雷轰师傅责怪，刘伯杰便已死，以谢二位恩师，授业之恩。傻子！明日来后山找我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就你话多。一约既成，万山无阻。刘无忌，来，起来。雷无杰，别晕呐，钱还没还呢。啊！哎，刘无忌，他这一战消耗太多，身体已经透支了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你现在也正式成为他大师兄了。你这个师弟欠我800两，要不然你这个做师兄的帮他把这笔钱还了，我也好回我的雪落山庄。我没有钱。谁有钱？来，走。没错，雪月城上上下下所有的金钱开支，都是由我来负责的。那就好办了，800两。听唐莲说，你的名字叫萧瑟。是又如何？好名字。少拍马屁。该还钱还钱，我着急赶路。萧瑟，你……钱自然是要还的，只不过在下想请萧兄弟到雪月城稍住几天，我心中还有几个疑虑，想要向萧兄弟请教。我若是不从呢？难不成要以武力威胁我？自然不会。想要萧兄弟进入雪月城，在下的确是有私心的。什么私心？长风不才，想收萧兄弟为徒。阿爹，你说什么呢？长风不才，想收萧兄弟为徒。想收我为徒？